江小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节哀。根据监控显示，这就是撞死你公公的凶手。公公，我一定要为你讨回公道，不管是谁，我要他血债血偿。江以为，人死不能复生。你爸没了就没了，但宁宁才21，她还有大好的青春，你不能恶毒到要她用整个青春给一个死人陪葬。签了协议，给你5万，算是对你爸的赔偿。这个案子到此为止，否则我让你1分都得不到。你说什么？5万私了？现在躺在停尸房的可是他的亲生父亲啊！公公为了供他读书，一辈子没再婚，又是当爹又是当妈把他拉扯大，他怎么敢？怎么嫌少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老公，出事的那个人，他是咱爸啊！我知道，你不用反复强调。既然不是嫌少，就赶紧签字，不要耽误我时间，我还有事儿。你去派出所看过监控视频吗？看什么？你让我去看什么？看你爸碰瓷吗？一大把年纪了还想讹人家小姑娘，江以为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他没有碰瓷，秦薇，他养你30多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不要再拿这样的东西侮辱他了。什么养我？那是你爸。你昏头了吧，江以为？以为，我知道岳丈去世你一时难以接受，这也情有可原。可你理智想想，你爸一把年纪，对家庭毫无贡献，还要你赡养，早就是家庭的累赘了。他要是活着，别说5万，就是5000也再赚不到了吧。我们做人还是应该现实一点。你要是实在觉得5万太少，那你说个价。他以为死的是我爸。人老了，不赚钱了，就是家庭的累赘了，就可以被人污蔑，被人随随便便用5万买走一条命。秦薇，你对你爸也是这么想吗？闭嘴！江以为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我是替你着想，你却在这编排我爸。世界上有你这样当儿媳妇的吗？协议你不签是吧？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打官司你1分钱也别想拿到。打官司？你竟然要为了一个杀人凶手跟我打官司？爸妈，这钱算我借的，等我律所开了，一定让你们住大别墅。我爸妈为了支持秦薇，在事业单位干了20年被内退，把省下的钱全贴补给了这个家。这些付出他通通不记得，在他心里，我父母的命连5万块都不值。结婚12年，秦薇，你真的从来没爱过我。大叔，人家口红歪了啦，你帮人家涂一下嘛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小心摔跤了吗？安安乖，让外婆看看，不是去跟秦薇吃饭吗？怎么弄成这样？回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妈，没事儿。老秦的事儿，秦薇那边到底怎么打算？秦薇说要打官司，打官司好，打官司也好，总要给老秦一个交代，不能让好人白死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我跟你爸这些年攒的一点钱，你们办这个事儿花钱的地方不少，先拿着，有困难再跟爸妈说。妈先回去了，你爸还等着我回去煮饭。我想离婚了，可是我该怎么告诉爸妈，他们全心全意的付出，在秦薇心里一文不值？告诉他们，
秦薇为了那个肇事凶手，宁愿逼死自己的妻子。秦薇，你会后悔的。江以为，过来，我们谈谈。昨天你既然都看到了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她叫沈宁宁，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。本来我不打算离婚的，但宁宁怀了我的孩子，医生说她的身体不能打胎。沈宁宁，沈宁宁，这个名字前天才在派出所的死亡告知书上见过。你竟然为了一个杀父仇人要跟我离婚，你竟然让撞死你亲爹的凶手怀了你的种。以为宁宁才刚22，看在咱们10几年情分上，你放她一马行不行？只要你肯签这份私了协议，名下的房子车子我都给你。另外，私了赔偿我加到10万。16年，他第一次对我低声下气，竟然是为了一个杀了他亲爹的女人。逼。离婚，我同意。至于私了，我没有权利签这个字。江以薇，我是看在以往情分上才跟你好商量，你别以为我在求你，那是你爸，你没权利，谁有权利？说到底，你就是恶毒，想拉着宁宁坐牢，你们一家子都恶毒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一家都恶毒，你爸这种老东西，活该被车撞死。江以为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爸爸，不要打妈妈！爸爸放手！江以为，你会后悔的。秦薇，该后悔的人是你。这些天杀的，我哥死得那么惨，他们竟还要这样编排我哥，还是不是人啊？不是人变坏了，是坏人变老了。这种惯犯死得其所，临死还要给孩子讹一笔，真是好爹。真讽刺，秦薇为了帮沈宁宁脱罪，竟然亲手剪辑视频抹黑自己的亲生父亲。他现在一定觉得很痛快吧？毕竟在他眼里，这个被全民唾骂的人是我江以薇的父亲。薇薇，快给阿伟打电话，让他发律师函，起诉这群猪狗不如的东西。江女士，关于您公公的案子是否决定起诉？您之前说要和爱人商量，现在有结果了吗？起诉，必须起诉！你们现在就去把那撞人抓起来，他撞人还有理了，还敢在网上抹黑我哥！请问这位家属是？我是死者的亲妹妹，我的意思就是我侄儿秦伟的意思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事务所找阿维，让他立马立案。姑姑，江女士，秦总现在不方便，正在见重要的客人。留下眼力劲没有？我是你们秦总的姑姑，她是你们秦总的老婆，拦什么？是不想干了？好你个狐妹子，敢在这儿勾引有妇之夫，我打死你！大叔，救我！救救我！够了！你还敢拦我？秦薇，你疯了！你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乱搞这种关系，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？姑姑，这是我的家事，您的手是不是伸得长了点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事就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好，怪我不该多管闲事。江以为，要不是因为夫妻关系不能上庭，我一定亲手替宁宁打这场官司，让你输得一败涂地。秦薇，我很好奇，你现在为什么拿我当仇人一样？这巴掌
我永远都会记在心里。我可告诉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法庭见。阿威，怎么是你媳妇儿坐在原告席上？这种案子应该你这个大律师上啊！大家不懂，被告席上坐着我公司的律师，一个公司不能有2个律师同时站在原告和被告席。什么？你让你员工替害死你岳父的人打官司，你疯了？那又怎么了？我们律师站的是正义，再亲的人做了错事，一样要付出代价。肃静！现在宣布，8月29日云阳路车祸一案正式开始陈述。由于原告江以薇女士提交的新证据，现核实死者身份：秦荣先，男，62岁。你说谁？死的人是谁？这位家属，请不要破坏法庭秩序，如再有下次，将直接驱逐出庭。秦薇，感受到疼了吗？这仅仅只是个开始，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人是你自己。原告，请继续陈述。法官大人，我申请当庭播放事发经过的原始视频，以还原真相。准许播放。沈宁宁，你真的以为你能逃得掉吗？沈小姐，既然你说自己没有酒驾，那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，路过事发路段时，车子为什么歪歪扭扭，又为什么速度如此之快？还有，你说你并不知道撞了人，这么大一个人被你的车挂住了，你一点动静都感觉不到吗？我之前就回复过警方这个问题了。我当时是因为身体不舒服，着急回家才开那么快的。身体不舒服嘛，注意力肯定不集中，行车不稳，很难注意到外界的异常。这不是很正常吗？身体不舒服，确实是个挺好的借口。可根据警方的调查，事发前你是刚从酒吧出来的。我反对。法官大人，我当事人只是在陈述事实，而非寻找借口。从酒吧出来并不能代表我当事人酒驾。我这里有一份就诊记录，足可以证明事发时我当事人确实处于身体不适状态。这份证据足以证明沈宁宁小姐的清白。等等！法官大人，我申请休庭10分钟。老板疯了吗？这证据可是他亲自找关系弄来保沈宁宁的，现在胜券在握，为什么要申请休庭？这位家属，你无权申请休庭，请你遵守法庭秩序。如你再出言打断庭审，我们会以无故干扰庭审为由将你驱逐出庭，甚至转送公安机关进行拘留。秦薇，看着你自己亲手伪造的真相被公之于众，这种感觉怎么样？你为了保住情人，把亲爹的命毒死。根据证据显示，沈宁宁肇事逃逸不成立，酒驾不成立，不构成刑事责任。现宣判沈宁宁对受害人家属进行民事赔偿。法官大人，
关于赔偿部分，我当事人早已和家属达成私下协议，并已取得对方的谅解。如你所愿，秦薇，我输了，输得彻彻底底。你为什么要写那种东西啊？秦薇，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为了一个女人，你连你亲爹都不要了，你还有良心吗？薇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回去再跟你们说。秦薇，你干什么？放开他！江以为，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你明知道死的那个人是我爸，你却一直诱导我，你是故意看我亲手毁了他，是不是？啊！我诱导你？秦薇，你自己好好回想你爸出事后，你约我见面，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当时以为你在你说5万块私了时，我有没有告诉你那是咱爸？好，咱爸这2个字算模糊不清。你说我诱导还算情有可原，可你污蔑他碰瓷时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他养了你30来年，可你是怎么做的？你说我昏了头，你说年纪大的人就是家庭的累赘，说5万买他的命够多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竟然说你亲爹是累赘！秦薇，你爹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这么大，好不容易等他在家安享晚年，你怎么能这么想他？你就是个白眼狼！老秦苦了一辈子，就养出你这么个畜生玩意儿！不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出事的是我爸，我以为……你为什么？总之，我之前不知道出事的是我爸，这里面江以薇有一大半的责任，是他没说清楚。薇薇，不是姑姑怀疑你，可你确实表现得太冷静了。你告诉姑姑，你不请律师，是不是因为阿威出轨对不起你，所以你故意报复他？姑姑，我也想请律师，我也想给我公公一个交代。可是您的好侄儿，为了逼我签那份5万块的私了协议，停了我名下所有的银行卡。不仅如此，秦大律师还在律师界放出了话，谁要是敢接江以薇的官司，就是和他秦薇作对。我没有，我那是……姑姑，其实今天这场官司，请不请律师都是必输的局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再厉害的律师也架不住家属早就亲手写了谅解书，签了私了协议。秦薇，是你亲手按下了沈宁宁的罪恶，也是你亲手埋葬了你父亲最后的一点公道。算了吧，事到如今，再追究又能怎么样？秦薇，等你爸下葬那天，我跟你也没有来往的必要了。从此以后，老秦家没你这个子孙。姑姑，禽兽，以后别上我家来，我家不欢迎你这种人，丢人。薇薇，咱们也走吧，这儿空气脏。你真狠，你明知道一切，却眼睁睁看着我跳下去，你真狠啊！我狠，秦薇，今天这桩桩件件，哪一样不是出自你自己的手笔？你敢说沈宁宁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撞了人能处理得这么冷静，背后不是你在出谋划策？你敢说
网上挂了半个月的抹黑视频跟你毫无关系。你敢说沈宁宁那张假病历报告不是你托的关系？还是你敢说那份谅解书、那份私了协议都不是你秦大律师亲自签的名字？你什么都知道，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死的是谁。是，我都知道。秦薇，10几年夫妻情分，一开始我也想过好聚好散，可你呢？你误以为死者是我爸时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你3番2次羞辱我，侮辱我父母，还把事情做绝。我没有推波助澜，我只是在作弊上官。我就想看看，当这只维旋镖扎回你自己身上时，你会不会跟我一样痛？秦薇，你但凡顾念一点夫妻情分，但凡念及我爸妈的好，哪怕只留一点点余地，都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。我真的不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错了。秦薇，我最后提醒你一句，你爸的尸体现在还躺在医院的停尸房里，因为你一直以为死的是我爸，甚至一次都没有去停尸房确认过亲生父亲的身份。他走的时候面目全非，身上全是被拖行的伤。你作为亲生儿子，连最后一面都没见，甚至还带头骂他是碰瓷的老赖。爸！大叔，你别这样，医生说我胎位不稳，不能受惊吓。胎位不稳，你肚子里怀着我的种，可你撞死的是我亲爹！听说秦薇把那个女的打了，孩子差点没保住。他曾经为了那个孩子要跟我离婚，现在却亲手想掐死那个孩子，讽刺吗？惊人真相！肇事人员与律所负责人关系特殊，必须严查。受害者竟是其至亲。当初公公被骂得有多惨，如今这2个人就被骂得有多脏。秦薇、沈宁宁，这只是舆论的审判，法律的审判还在后面。爷爷，这半个月像过了一辈子那么长。薇薇，你要不要再歇会儿？今天葬礼事儿多，别累着自己。妈，我没事儿，早就醒了，睡不着。老秦这辈子苦了一辈子，临了还受这种委屈，好在现在真相大白了，那些骂他的人也都闭了嘴，他在那边也能瞑目了。真相大白了，可公公再也回不来了。妈妈，爷爷今天会回来吗？安安乖，
爷爷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以后他会在天上变成星星，一直看着我们的。那爷爷会不会想安安？会的，爷爷最疼安安了，肯定会想你的。妈妈，我们是去看爷爷吗？我们去送爷爷最后一程。姑姑，没事的。奶奶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，还被人那么污蔑。微微，要不是你，老秦到死都得背着碰瓷儿的骂名啊！秦薇那小子真是白养了，当初老秦为了供他，一辈子没再婚，现在倒好，为了个女人，连亲爹都不要了。可不是嘛！听说他还帮那个杀人凶手打官司，反过来污蔑他亲爹，简直是狼心狗肺。这种人，早晚要遭报应。爷爷，安安来看你了，你要好好的。微微，我实话跟你说，当初秦薇刚开律所的时候，我还私下给她凑了2万块钱，那是我的养老钱啊！现在想想，真是把钱喂了狗了。这种丧尽天良的东西，我不该帮他。姑姑，别气了，为了那种人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请各位亲朋好友站好，现在默哀开始。薇薇，今天我赢了老李头2盘棋。大叔，求求你放开我！跪下，给我把磕头认错！爸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您啊！您含辛茹苦把我养大，我却让您在九泉之下都蒙受不白之冤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自作孽！当初你污蔑他碰瓷，停我银行卡，逼我签协议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秦薇，你的悔恨来得太晚了，也太轻贱了。姑姑，秦薇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从今往后，我没你这个侄子，你也别再认我这个姑姑。
我们两家再也没有来往了。呸！畜生！安安，我们也走吧，别在这儿待着了，晦气。以为我妈妈，我们回家吗？我想去公园玩滑梯。好，我们回家放了东西，就带安安去公园玩。以后啊，就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，比什么都强。离婚的念头在心里已经盘桓了很久，现在是时候落地了。这些都是我爸妈的血汗钱，秦薇，你一分也别想带走。老同学，之前跟你提过的事儿，帮我拟份协议。对，证据我现在打包发给你，你按我的要求来。我的要求只有一条，让他净身出户，所有的房产存款归我，安安的抚养权也必须归我。安安，来，外公带你去吃水果。为了安安，为了我爸妈，我必须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。我知道秦薇现在不会跟我争，她现在的脑子里满心都是如何报复沈宁宁，如何平息对她父亲的愧疚。但她想通过自我折磨来获得救赎，那是她的事，我该算的账一笔都不会少。妈妈再见，我会听外公话的。乖，妈妈去处理点事情，很快就回来接你。去吧，家里有我们，别担心。退钱！秦薇滚出来退钱！渣男律所骗钱害命！请问秦律师在里面吗？关于他为撞死亲父的凶手做伪证一事，律所有什么回应？江女士，您可算来了！这2天真的全乱套了，外面客户天天闹退费，记者堵死了门。秦薇在里面吗？在，一直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呢。刚才张律师刚去跟他大吵了一架，好像是提离职的事儿，声音可大了。这就撑不住了吗？当初意气风发要让我1分钱也拿不到的时候，他可不是这副缩头乌龟的样子。秦薇，你疯了吗？你要翻案，你还要我去作证，你这是想害死我吗？那是我爸，亲爸，我必须得给他报仇。沈宁宁那个贱人必须死！当初是你帮我做的伪证，是你经手的材料，你现在只要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，把真相告诉法官，怎么了？这很难吗？我要你承认，我要你承认！怎么了？秦薇，你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要是站出来承认做伪证，我的律师执照当场就得被吊销。
我考了整整10年，10年寒窗才考上了律师证。只要我开了口，我的这辈子就彻底毁了，我就成了律械界的笑柄和罪犯。可那是我爸，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。当初是你求着我帮你的，是你亲口跟我说，是你跟我说那个老头就是个碰瓷儿的穷光蛋，死了就死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现在你跑来跟我说那是你爸，秦大律师，你早干嘛去了？你把自己亲爹当累赘的时候，怎么不提血缘关系？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死的是他，我以为是江以为的爸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就能拉我垫背？秦薇，我跟你干了这么多年，帮你处理了多少见不得光的事儿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去作证，我不会为了你的报应去毁了我自己。你想当孝子去自首，别扯上我。疯子，全家人都是疯子。江以为，你来了，坐吧。秦薇，签了吧。江以为，你还真是一点余地都不留。余地？当初你停了我所有的银行卡，不让我请律师的时候，你给我留余地了吗？当初你说我爸是累赘，想用区区5万块钱买老人家一条命的时候，你给我爸妈留余地了吗？这份协议里的东西本来就是我爸妈的东西，是我爸妈用大房子换小房子给你凑的开锁钱，我现在只是拿回来而已。你签了字，我和你从此就两清了。签吧。昨天，以为我去停尸房看了我爸，我从来没想过他会变成那个样子。警察把他从冷柜里推出来的时候，我都不敢认。还有他的腿，皮肉都没了。江以为，那天你第一次在停尸房看到他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像我现在这样？你是不是特别痛？是不是恨透了沈宁宁那个疯女人？痛，何止是痛，那是如万蚁蚀骨般的恨，是看着至亲被碾碎却无能为力的绝望。直到那一刻，我才知道，你之前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，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之前我还以为你是故意报复我，我以为你冷血，以为你狠心。
原来全天下最狠、最畜生的人，竟然是我自己，是我亲手帮着杀父仇人，磨平了我爸唯一的公道。现在，你终于后悔了，可是，秦薇，一切都太晚了。以为我跟我爸相依为命了30多年，记得小时候我发高烧，那天雨下得特别大，村里的医生不在，我爸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镇上跑，整整20多里山路啊！到了医院，他的脚底全是血，皮都磨烂了，可他连气都没喘匀，先问医生我还有没有救。为了给我凑那点学费，他去工地上搬砖，他的腰早就累坏了，却连一贴几块钱的膏药都舍不得给自己买。我那时候发过誓的，我说等我长大了，当了大律师，一定要让他享享清福，再也不让他弯腰干重活。结果呢，我却害了他，我害得他到死都闭不上眼睛，我还当着所有人的面污蔑他，说他故意碰瓷，我亲手往他满是鲜血的身体上泼脏水啊！秦大律师，你现在说这些，是想让我也陪你一起哭吗？不，我那时候是真的不知道死的是他。出事那天我在开庭，手机静音了，没接到派出所的电话。后来沈宁宁给我发了你的照片，她说受害者是你的家属。她说那个老头碰瓷她，我就信了，我甚至都没去核实一下。我那时候，我一直觉得你爸妈是累赘，我总觉得他们老了没用了，死了也就死了，不过是个数字。我以为5万块钱就能打发了，我以为我能只手遮天保住沈宁宁。我怎么会那么蠢？江以为我怎么会那么想？我竟然亲口说我爸是累赘。因为在你眼里只有你自己，哪怕那是养大你的亲爹，只要触碰了你的利益，他也就是个5万块的累赘。那沈宁宁呢？她当时也不知道死的是谁吗？他不知道撞的是我爸，他只知道他撞了人。那个贱人，他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那天晚上，他撞人之后，其实他心里清楚，他感觉到撞到东西了，甚至感觉到车底挂了重物，但是他害怕，他为了保住他的名声和前途，他加速跑了。直到他把车开进自家地库，看到车头那一滩骇人的血，他才慌了，哭着给我打电话。他在电话里骗我说，撞了个老碰瓷的。他说对方是故意往他车底下钻，想敲诈他。我那时候鬼迷了心窍，我竟然信了他。我一个研究了10几年法律的律师，竟然教他怎么毁灭证据。我教他怎么删行车记录仪，教他怎么喝柠檬水稀释酒精，我甚至不要脸的给医院的朋友打电话，求爷爷告奶奶的帮他造了一份假病历。我就是个混蛋，我把所有违法的丧尽天良的事儿都替他做绝了。结果呢？结果我亲手保下来的杀人犯，害死的竟然是我自己的亲生父亲。所以我现在要去翻案。
我要去自首，我要把所有的造假、所有的伪证、所有的勾当全都交代清楚。哪怕我自己进去蹲大牢，我也要让沈宁宁那个女人给我爸偿命。我要看着她死在断头台上。这是你和他之间的事，跟我无关。不论你是自首还是复仇，那是你的报应。我的人生从这一刻起彻底切割。以为大叔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急死我了！大叔，你快看网上那些穷鬼都在骂我们，说的可难听了。你可是大律师，快想想办法封了他们的号啊！沈宁宁，我们分手吧。分手？为什么呀？大叔，我们不是好好的吗？你是不是还在为你爸的事心烦？没事的呀，这种老头子死就死了，等过段时间热度降下去就好了。我们去国外生活。我要去自首，顺便控告。你说什么？控告我？请问你疯了吧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要告我？你撞死了我爸！你说你做错了什么？我不是故意的！再说了，当初是你教我怎么做伪证的，是你让我杀进我和柠檬水的！也是你亲口说的，那个老头老了，死了就死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凭什么现在让我一个人背锅？那是我爸。那又怎么样？死的是你爸就不行，死的是江一伟的爸就可以？请问你凭什么双标啊？我的肚子好痛，请问血有血？患者胎位极度不稳，孩子差点没保住，必须卧床保胎，绝对不能再受刺激了。大叔，我们的孩子还在，你别告我了好不好？为了孩子，这个孩子不能留。那是你的亲骨肉，你这个疯子畜生！江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帮帮我，你去劝劝大叔，让他放过我好不好？沈宁宁，你起来，这是我家，少在这儿给我撒泼打滚！我不起来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死也不起来！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那天不是故意的，我喝多了，我脑子断片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撞到的是大叔的爸爸呀。江姐，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我还怀着孕呢，这是大叔的亲骨肉啊！你让他撤诉，让他别去自首。我发誓，只要我不坐牢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在你们面前出现了，好不好？沈宁宁，你现在跟我谈怀孕？谈孩子，你酒驾撞了我公公，把他挂在车底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放过他？你听不见他在车底下的惨叫吗？你看不见倒车镜里那一地的鲜血吗？我害怕，
我那时候真的害怕极了，我只想赶紧回家。害怕就可以酒驾，害怕就可以逃逸，害怕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找秦薇帮你做伪证、造假病历。你做这些恶心勾当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我真的知道害怕了，江姐，我不能坐牢，我才22岁啊！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沈宁宁，晚了。你走吧，我帮不了你，也不可能帮你。你亲手造下的孽，你自己去监狱里慢慢还。哪怕你肚子里怀的是天王老子，也抵不了你欠秦家的那条命。江姐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才22岁啊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，我不能坐牢。我要是进去了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他还没出生就要跟着我受罪吗？那是你的事，沈宁宁，跟我无关。江以薇，你这个见死不救的疯女人！江以薇，你别以为你自己好到哪里去！你不就是故意的吗？你从一开始在停尸房就知道死的是秦薇他亲爹，你故意憋着不说，你故意看着秦薇在那像个傻子一样帮我掩盖证据，你就是要报复他。你就是要让他亲手毁了他亲爹的公道！你这个毒妇，你比我还要狠！你才是那个杀人不见血的魔鬼！随你怎么说。看着你们两个畜生互相撕咬、互相毁灭，才是我最想看到的结局。毒妇，既然你们觉得我是毒妇，那我就把这出戏帮你们演到谢幕。这些人为了逃避罪责，连廉耻和人性都能丢弃，真是无可救药。这些畜生，沈宁宁喝了多少，他们心里最清楚。爸，等我，我一定会把那些灌他酒的人一个个全拽出来。谁呀？大清早的叫魂呐！秦大律师，你怎么阴魂不散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那天晚上的事我全忘了，别来找我。黄磊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！沈宁宁醉驾关我们屁事儿！我们要是在法庭上说她喝了酒，我们也得担责。你存心想害死我们是不是？滚！秦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疯了！王磊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出来作证好不好？那是我爸呀，他死得太惨了，我求求你，看在咱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给我爸一个交代。哪怕让我坐牢，只要能让沈宁宁那个贱人偿命，我也认了。
秦薇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求你了，王磊，我求求你！秦哥，你这是干嘛？你这礼太大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王磊，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不起来，我就跪死在你家门口。我知道这事跟你们没关系，你们也是去喝酒的，但是我爸他死得太冤了。沈宁宁那个疯女人，她醉驾，她撞了人还逃逸，她凭什么还能在外面敷面膜喝下午茶？她不能就这么逍遥法外啊！王磊，我知道你怕惹麻烦，你怕执法部门追究你们共同饮酒的责任。你放心，所有的责任我都承担，不管是民事赔偿还是法律追究，我秦薇一个人顶着，绝对不会连累你半点。我只求你站上法庭，当着法官的面说句实话，说沈宁宁那天到底喝了多少，好不好？怕什么？我有大叔保着我，在这地界儿，谁敢查我的车？行了，秦哥，你起来吧。我答应你，到时候开庭，我一定出庭作证，把那天晚上的事儿一五一十全说明白。谢谢你，王磊，谢谢你，给我爸一切生气，谢谢你。爸，我来看你了。明天我就要去自首了，我会把所有的勾当一字不差的全告诉警察。我会让沈宁宁那个毒妇彻底给你偿命。爸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白死的，哪怕搭上我这条命。妈，你还记得吗？我8岁那年偷桃，你发了疯打我，皮带都抽断了。后来你硬拽着我去道歉，那时候我可真恨你啊！我觉得你太狠了，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。可现在我才明白，你是怕我长歪了。还有我考上大学那天，我儿子考上大学了！我儿子考上大学了！你高兴得像个傻子，大半夜敲遍全村门，见人就说你儿子出息了。为了凑那笔学费，你咬着牙家里养了2年的猪给卖了。去城里的路上，你给我买了肉包子，自己却在那凉水的啃干馒头，一口肉都舍不得沾。我那时候指着天发誓啊，我说等我毕业挣了大钱，一定给你买城里最大的房子，让你每天都吃肉，让你享清福。结果我却亲手害了你。爸，走了，我去给你拿回公道。
秦律师，您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？是之前那个案子有什么新情况要补充吗？秦律师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看你这脸色不太对。我来自首。自首？秦律师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我来自首。关于之前的云阳路车祸案，我利用职务之便做了伪证。我亲手帮肇事者沈宁宁伪造了就诊证据，误导了法庭判决，帮她脱离了刑事制裁。我现在申请交代所有违法犯罪事实，包括我参与的所有细节。车祸第2天，我联系了医院的朋友，伪造了沈宁宁因病身体不适的病历，用来规避酒驾和疲劳驾驶。还有网上传播的那段监控，是我利用剪辑手段隐藏了死者系鞋带的动作，故意引导舆论认为这是碰瓷。还有那份谅解书，也是我诱导逼迫我前妻签署的。秦薇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些话意味着什么？你这是在葬送你自己的职业生涯，甚至要面临牢狱之灾。我知道，但我更知道，那个女人必须给我爸偿命。这案子全翻了，立刻联系法制科，重新提调云阳路车祸案的所有物证。还有那个沈宁宁，马上签发传唤证，把人带回来。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。沈宁宁在哪个病房？402号，她在保胎。沈宁宁，你涉嫌交通肇事罪、肇事逃逸罪、叫嚣他人伪造证据罪。证据已经核实，现在我们要依法逮捕你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是秦薇陷害我，全是秦薇让我做的。是他让我删监控，是他让我喝柠檬水，是他找人造的假病历。你们去抓他，抓那个老男人！秦薇已经自首了，关于他的部分，法律自会严惩。至于你的部分，一寸也逃不掉。不，他那么爱我，他为了我连亲爹都不要了，他怎么敢？这就是那个撞了人的恶毒女，活该，终于被抓了。沈宁宁到死也没想到，当初那个为了她连亲生父亲尊严都能践踏的男人，最后竟然会亲手把她送进那个暗无天日的监狱。蒋女士，这花放这儿行吗？行，谢谢。
云阳路车祸案重审通知，秦薇自首并提供新证据，案件再审。法院邀请我作为家属出庭陈述意见。那些血色斑驳的日子都过去了。喂，您好，我是江以薇。关于云阳路重审的开庭通知我收到了。江女士，您决定出庭吗？如果您有任何民事赔偿或者刑期方面的意见，可以在法庭上陈述。我不去了。不去了？您确定吗？这可是为您公公讨回公道的重要机会。确定。那个案子已经跟我无关了。我相信法律，也相信你们会做出最公正的判决。微微，今晚咱们包饺子，安安最爱吃的虾仁馅儿。面都和好了，快来帮忙。是啊，已经跟我无关了。公公的仇，秦薇会用她的余生去报，那是她的赎罪。而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，我不想再跟那些肮脏的人、那些绝望的事扯上任何关系了。张律师，你必须帮我脱罪，你就说我当时是被秦薇下药了，说所有的假证、删监控全是秦薇逼我的，我是无辜的受害者。沈小姐，现在的证据链太完整了，秦薇提供了你们所有的聊天记录，还有她朋友的口供。我不管，他既然能为了我不要他亲爹，那他现在就是想害死我，他在撒谎。秦薇，你这次是真的要把自己也送进去？这本就是我欠我爸的。林浩，待会儿上庭别替我隐瞒，所有的造假一五一十说清楚。放心吧，秦哥，那天喝酒的朋友全到了，谁也别想在沈宁宁醉驾这件事上打马虎。829车祸案再审程序正式开始，现请被告人沈宁宁、秦薇入座。把记录仪删了，造个假病历。我宣誓如实陈述，承担法律责任。爸，你看，所有欺负过你的人，所有污蔑过你的人，现在都在这里了。所有人都在等这一刻，等一个宣判，给那个死在黑暗里、背负了半个月骂名的老人一个最终的交代。那个撞死亲爹还抹黑亲爹的案子，今天终于开庭了。那种畜生，绝不能轻饶！现在开庭。公诉人现对被告人沈宁宁交通肇事逃逸，被告人秦薇涉嫌伪证、叫嚣他人毁灭证据一案，向法庭陈述案情。8月29日深夜，被告人沈宁宁在醉酒状态下驾驶车辆，于云阳路段撞击受害者秦荣先。沈宁宁明知撞人深夜，却未停车救治，反而加速逃逸。身为职业律师的被告人秦薇，在明知案件真相的情况下，利欲熏心，
秦薇不仅未报警，反而利用专业手段协助沈宁宁毁灭关键行车记录仪视频，并在事后伪造病历、恶意剪辑监控视频，引导舆论抹黑死者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。最终，被告人秦薇在得知死者身份后，于本月自首，并交代了上述全部犯罪事实，现由公诉机关正式提起公诉。撞了人还得多疼啊！那可是他亲爹，见过黑心的，没见过这么丧尽天良的，简直是两个恶魔。当律师当到这份上，这种人活该被法律审判，真是畜生不如。有请第一位证人王磊。法官大人，8月29日晚，我与沈宁宁在夜色酒吧聚会，我可以证明，那天晚上沈宁宁喝了整整半斤高度白酒，之后又灌了3瓶大口径啤酒。散场的时候，沈宁宁已经醉得站不稳了，走路直打晃。我和在场的几个朋友都死命拦着她，劝她千万别开车，找个代驾。可她不听，她还骂我们多管闲事，说她大叔是名律师，出事也能平了。随后她就摇摇晃晃的上了那辆粉红色的跑车。请第2位证人林浩。我是秦薇的老同学，也是之前出具那份病历的主治医师。事发第2天清晨，秦薇突然联系我，说她的一个小姑娘沈宁宁身体不适，要向单位请长假，求我帮个忙。我当时不知道她是撞了人，更不知道死的是秦叔叔。我出于私交，违规帮她造了一份急性未经传的假病历，帮她规避了车祸后的强制检测。后来我知道了真相，我整宿睡不着觉。我今天回来作证，哪怕丢了这身白大褂，我也要给死在车轮下的秦叔叔一个迟来的公道。请技术科工作人员出示物证。在接到自首线索后，我们紧急调取了当初沈宁宁入院时留存的备用血样。经最新精密检测，沈宁宁案发当晚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高达168毫克，结论非常明确，案发时沈宁宁属于深度醉酒驾驶。醉驾、逃逸、拖行，这简直是谋杀！看他还有什么话好说，证据确凿了。所有的证据此刻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法网，死死收拢。沈宁宁，这一次你插翅难飞。现在请被告人沈宁宁做最后陈述。是他，法官大人，全是他，这些坏事全是他让我做的。当初他在床上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他说那个老头子都60多了，老都老了，死了就死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是他让我逃逸的，是他教我怎么躲监控，怎么稀释酒精。秦薇，你说话呀！你之前不是信誓旦旦的跟我保证吗？秦薇，你说那个老头是碰瓷的，你说他这种穷鬼死了活该，你还说我还年轻有大好的青春，绝对不能坐牢。你说过你会一辈子保护我的，那你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要把我送进地狱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撞死的是我亲生父亲。那又怎么样？死的是你亲爹就不行吗？当初你以为死的是江以为的爸，你可是拍着胸说死了就死了，也就值5万块钱。你凭什么现在跟我谈父子情深？你凭什么双标啊？秦薇，你这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、混蛋，你才是最该下地狱的那个！被告人沈宁宁
请注意你的言辞，遵守法庭秩序。现在进行被告人最后陈述，秦薇，你先说。法官大人，我知道我做错了所有的事。身为职业律师，我知法犯法，亵渎法律。为了所谓的私欲和情人，我亲手毁掉了案情真相。我愿意接受所有的惩罚，不管是剥夺我的职业资格，还是漫长的牢狱之灾。我没有怨言，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请法官大人重判沈宁宁。他醉驾撞了我爸，那是生我养我的老父亲，他明明知道撞了人，却为了逃避责任加速行驶，他罪有应得。哪怕我跟他一起下地狱，我也求您给我爸，给那个无辜惨死的老人一个公道。沈宁宁，到你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法官大人。法官大人，我发誓我那时候真的喝断片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我还怀着孕呢。法官，您看，这是秦家的骨肉。这是大叔的孩子，求求您从轻发落，我不能坐牢，我才22岁，我的孩子不能出生在监狱里啊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，求求您放过我吧！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。任何生命都不能成为逃避罪责的筹码。全体起立，现在宣判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沈宁宁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则，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事故，致1人死亡。且被告人沈宁宁在案发后，不仅未实施救助，反而加速逃逸，致使被害人被拖行，手段残忍，情节特别恶劣。现判决如下：被告人沈宁宁犯交通肇事罪、逃逸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10年。不，我的青春。被告人秦薇身为法律从业人员，知法犯法，犯伪证罪、包庇罪，并教唆帮助他人伪造关键证据。鉴于其后期有自首情节，并提供重大立功线索，现判决如下：被告人秦薇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爸，我送他进去了，我也进去陪您赎罪了。这场闹剧终于落幕了。